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测的是2020上半年的运势。那一样看到画面上呢有 A、B、C、D、E 5张牌，现在你就静下心来，然后凭你的直觉选一张牌。如果你已经选好的话，我们就直接从 A 开始。如果你选到 A 的话，其实代表在过去，也就是2020之前，像是2019的现在，其实在经济上你是有一点辛苦的。但虽然辛苦，但是在你的旁边，你的身旁，其实是有人跟你一起互相打气，然后互相扶持。可是你很清楚的知道这种经济上的困顿呢，或者是也许别人觉得你过得好像经济上没有困难，但是你其实觉得手头比较紧，或者是你的欲望总是超出你现在可以负荷的，或者是你的欲望呢会随着一些广告或者是别人的推销推荐，所以会膨胀，增加了你的心里面购买的欲望。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家人需要你比较多的经济上的援助，可能你的家人需要你在比较多的支持他的经济。那当你在支持别人的经济状况的时候，你自己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那所以在2020呢，其实你是已经走过了那种经济上比较困顿的状态。你会发现2020的上半年，你比较可以去掌控你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或者是安排怎样的生活，这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工作上面，你的掌控的权利会比较多。那同样的，你在心境上面也会因为过去你遭遇的困难变得比较成熟，你比较可以去了解别人的辛苦，也可以去了解现在自己的得到的，或者是别人觉得你成功的部分，是因为之前的你有去栽培自己，或者是你有曾经狠下心对自己做一些该训练啊、该成长的部分，你都已经有走过那个经历、那个阶段。所以在2020的上半年，如果你可以去整合你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磨练，然后你也愿意去提升你心境上的成长，那在衔接在2020之后下半年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抱着一个比较轻松、比较自在、比较不会有压力的状态去维持你喜欢的这个生活形态，或者是你喜欢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你在2020的上半年没有办法在过程当中去整合你的欲望、你的想法，你没有办法去落实你心里面所构想的事件的话，那其实你会觉得在2020之后下半年的时候呢，会没有那么开心。你会觉得又要舟车劳顿，又要开始到处跑来跑去，又要开始为了去增加你的财源，然后比较辛苦的部分。所以如果你希望2020的整年度呢是比较平和，然后比较可以达成你的目标、你的欲望的状态下，那建议你是要整合一下你曾经有过的资源，曾经有过的辛苦，然后经历过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蛮珍贵的一个资产。那你是可以去统整这些经验跟你的想法的。接下来有人选到的是 B 的话，代表2019年的时候，其实你对于工作或赚钱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放在心上，所以你会
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想着什么时候赶快下班，什么时候周末可以来，什么时候放长假，什么时候可以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之类的。所以在2019、2018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赚钱，甚至你想要自己有一个副业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的把心力放在那个上面。那到了2020的时候呢，会需要你去发挥的部分是你的创造力，以及你的构想，还有你一些比较情感面的。你对于人呢，会比较有一种好奇心跟想要观察别人的心。那你对于平常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你也会有比较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想法。那个不一样的想法就会是你的创造力跟你的创意的一个来源。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2020的上半年在工作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过得比较开心，甚至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种想要组成一个家庭，或者是想要寻找另一半的那种心态的话，其实建议你是可以去发挥真实的自我的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状态。也就是说，不要去压抑你心里面想要讲的话，不要去压抑住你真正想要做事情的那个心。如果说你可以很和谐的去统整你的想法是有创意的那一面，然后落实它的话，其实你是会有一个成果的，在2020的上半年。那同样的，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统整你心里面比较有创造力，可是比较相对而言不稳定的那个状态，没有办法把它落实出来变成一个成果，或者是一个展览，甚至是你如果是艺术产业的话，会有一个表演或展览，一个成果发表的一个展现的话，你可能是脑袋里面想的没有去落实它，到了2020的下半年，你可能会变得比较没有动力，然后呈现一个没有那么想要去表达自我，或者是没有那么想要去认真在某一件事情上，会变得有点懒，然后或者是不想动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2020年是比较顺畅的，比较没有阻碍的话，建议是可以把现在你脑中想的事情去找出一个方式，具体的方式去实现它。那2020整年度你会显得比较开心，也比较有一个成果出现。接下来如果你选到的是 C 的话，代表2020之前其实你还蛮开心的，就是心态上不管外在环境的变动是大或者是小，甚至是其实你也有自己一些私人的规划，所以有做一些搬家搬迁啊，或者是四处去，或者是常常办活动，或者是常常跟不一样的人接触，这种比较多活跃的状态的话，其实你心境上都会是开心的。就算别人觉得你可能遇到的事情比较多，或者是觉得你遇到那件事情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对于你本人而言，你都不是太在意，甚至是开心的。你可以很乐观的去接受这一切的变动，跟不管是不是你心里面想要的，你都可以去接受。可是到了2020年的上半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周遭的气氛有点大大的转变了，就是原本是在乐观或者是原本是很开心的状态，你会突然意识到之前的开心可能只有看到表象。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之前预测可能这个产业或者是现在的环境是好的，但是到了2020，你会瞬间发现那些报道或者是你所接收到的讯息可能是假的讯息，是假的消息。那你看到真相，可能反而是这个产业的未来是有危机的，或者是其实它外在环境的需求还不多，这种比较残酷、比较真实的惨状的时候呢，你会有点慌，而且你会觉得外在环境非常的危险，会跟你在2020之前，也就是2019年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其实有可能的现象是，这个状态其实原本一直以来都没有非常
的让你觉得有惊讶或惊吓，但是到了2020，也许这个状态只是变得更加明显，它并没有说因为你然后所以它变得更严重，或者是变得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它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之前累积的那些原因到了2020它放大出来变得更明显的时候，你才看得见它，你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很严重。比如说原本你可能知道自己有肿瘤，身体有一些状况，但是你一直觉得那是良性的肿瘤，一直觉得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肿瘤，没有关系，所以就不理它。到了2020，可能你有一个机会去发现到这件事情有点严重，它可能会有转变，这个肿瘤对你的健康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之前是太乐观了。所以2020的上半年呢，建议你是可以比较低调，然后比较专注在内在的成长，也就是你可能会发现你遇到一些事情是你很难马上去接受的，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要给你一个机会去想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能力或学习是你需要现在去补足它的，就是可能你之前学到的、之前得到的一些消息知识已经是比较旧的，那你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去认真的去学习，或者是有一个让自己有一个构想去增进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所以2020的上半年建议你是去计划，可以做一个课程上的学习，或者是技能上的增加，让自己的实际的能力可以有提升。那等到之后2020的下半年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别人的批评，或者是别人在考核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安全的过关。也就是你在2020的上半年先做好，或甚至是增强自己的能力，等到之后你可能遇到一些需要考核，或者是需要评断你个人的能力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别人说，其实你已经有提前去学习，或者是这方面的技能其实你是可以胜任的。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在2020的上半年你自己有先帮自己打好一些基础跟预防针，以免在下半年的时候你遇到事情很难去马上有想法，或者是马上有办法去处理。那同样的在经济方面也是这样的走势，就是如果你可以在现在开始一直到2020的上半年先做好一笔储蓄，一个紧急预备金，会对于你之后下半年2020的下半年比较有一些帮助。当你遇到一些状况，可能临时车子要修理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去处理好一件事情，不会让自己的生活有太大的变化或不方便。接下来有人选到的是D这张牌的话，其实你的2019有遇到一件让你很伤心的事情，或者是很震惊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在你心里面的影响力非常大，它有可能甚至是亲人的离开离世，或者是你的公司可能遇到一些资金的状态周转不灵，所以倒闭，或即将面临一些更大的压力被并购。所以在你的人生里面2019、2018是一个变动比较大的一个年，那所以这个情绪其实有蔓延到你2020的上半年，所以其实你心里面知道说不该再沉迷在这种比较负面、比较悲观的状态，但是你又觉得外在环境好像一直都在报道一些不好的消息，或者是一直有一些言语出来让你觉得很不安。所以2020的上半年你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告诉自己说没关系，外在环境不管好或者是不好，你心里面呢其实有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然后呢其实你心里面也知道目前也许你有些事情还不能去做，甚至是有一些
状态会限制到你的规划需要去延后，没办法马上做，没办法马上完成。但其实你是有能力去做，有能力去完成的。所以在2020上半年，其实是建议你把之前遇到不好的事情、不好的状态呢，可以就是重新的洗掉那一些你觉得其实自己也不喜欢的负面情绪。那如果你可以处理好这一块，到了2020的下半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又恢复了之前的开心跟愉快的那个心理状态，而且你可以有更多的自我的控制去处理自己的目标跟生活。那这个状态也就是2020下半年你想要进入比较好的那个状态，需要你去消化掉就是你心里面的阴影跟心里面曾经发生过不好事件的那些记忆，你需要去清除掉。不然你在2020的下半年，你会就算别人觉得你很好，你心里面都有一个黑洞是觉得不开心的，就是那个原因你自己也找不它出来，可是你很纠结于那种负面的情绪。那为了要让自己呢可以在未来的状态是好的，建议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0的上半年去处理掉，找各种方式去消化掉你的负面情绪，其实是对于你整体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接下来我会选到最后一张牌1的话，代表其实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去等待或者说是慢慢来的一个人。就是你可能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呢，你有在等待一个成果。那这个成果不一定是工作上，有可能是感情方面、健康方面，你可能有一直默默在栽培，或者是一直在耕耘某一块，甚至是你有什么研发、有什么构想，你一直有希望它可以有一个成果出来，但是你又会觉得这种等待的时间还蛮长久的，可能你希望你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你就想说那你要吃得好一点啊，作息要正常，可是你好像觉得没办法在短时间看到一个成果。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等待你累积来的一个成果可以在之后2020展现出来。可是到了2020的上半年，你又会觉得你只想要去等待或思考，你并没有那么快可以去行动。有一个可能是你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它现在还没办法马上有一个成果出来，它可能需要时间。比如说你可能短时间看不到你的健康可以在一个报告里面看到一个显著的提升，或者是马上变得很健康，但是因为健康是慢慢累积出来，你的身体也是每一天每一天在变化。那所以你如果愿意在2020的上半年继续执行你的计划，或者是继续做你觉得对自己好的事情，到了2020的下半年，你就会瞬间发现说，其实之前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有回报的，你可以很快速的得到结果跟答案。可是因为这是一个累积，你可能是累积了很多年，甚至是从2018、2019一直在累积的一个能量，它要等到2020的下半年才会有一个成果。那这个时候建议你也不用沮丧，也不用觉得痛苦或等太久，你可以持续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慢慢的等待一个成果的发现跟发展。它会给你一个答案，或者是有一个成果出来，可是你会在你的2019一直持续到2020的上半年，你有持续在做一个累积跟持续去维护它的动作的话，到了2020的下半年，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那个成果。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测的，就是2020上半年你的运势如何，希望大家会喜欢咯。